我先从浴室淋浴盘的地砖开始。大家记住，淋浴这个地方应该是先装地砖，再装墙砖，这样墙砖和地砖之间是有一个稍微有点倾斜的缝隙，即使这个防水胶有损坏的话，也不至于让很多的水流到下面这层。如果是先装墙砖再装地砖的话，这个缝隙就是竖着的，如果防水胶做的不好，这个水就会直直的渗透下去。为了美观，我找到了这6块砖的中心点，然后画了一个比下水口稍微大一点的圆，这样的话装好以后就会更美观。瓷砖是从下水口为中心点散开来。我这个瓷砖的材料叫做 porcelain， 这种材料的好处是它比天然石头的防水更好，坏处就是非常坚硬，不好切割。切割的时候一定要拿水配合刀具进行切割，不然刀具很容易就会因为过热而废掉。这里我做了一个超级简易的架子，夹住了我的水龙头。这里我用了一个 Dremel 这种小型高速旋转工具，配上一个很薄的金属锯片。但是切着切着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，这片砖太大，我没有办法直直的下刀，这样切出来的边会有一个斜度，所以我把这些砖一个一个剪了下来，这样呢我就有足够的空间了。大家可以看到，在左边我用了一块木头，然后手放在这个木头上，这样切割。手放在这块木头上会比2只手悬空切割更加的稳定。切割完之后摆拍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这里我就把刚才切割好的6块砖围绕着下水口摆好，旁边摆上更多的砖。这一步呢是要确保现在的布局左右刚刚好，不然的话会影响美观。那看这边3.5寸，上面也是3.5寸，然后到左边3.5寸，上面也是3.5寸，然后就是用 thin set 把地砖贴上了。搅拌 thin set 我通常是这几个步骤：首先找个秤，把需要的 thin set 粉倒出来。然后找个有刻度的桶，按照比例把需要的水量出来。第3步就是把量好的水倒进搅拌的桶里，这样我这个有刻度的桶就能保持干净。第4步把量好的 thin set 粉倒进桶里。那这里画个重点，我是把 thin set 粉倒进水里的。如果是把水倒进装 thin set 粉的桶，那搅拌到最后很有可能有一些在最下面的 thin set 还是处于粉末的状态。所以大家记住，是粉进水，而不是水进粉。这里大家也是要戴上防毒面具 ，thin set 粉末吸到肺里也会致癌。还有就是 thin set 这个东西会烧手，所以大家要戴上手套。我的步骤是先把 thin set 糊到地上，然后拿这个叫做 trowel 的工具，把 thin set 划出一道一道的。这个道道的尺寸其实也是有讲究的，比如我这个地砖的尺寸，用1/4寸的 trowel 就刚刚好。等我装墙砖的时候，就需要1/2寸间隔的 trowel 了。所以大家在装瓷砖的时候呢，一定要看一下说明书，说明书里会提到你需要用哪种间隔的 trowel。这个小砖切直线可以用我刚才的方法，但是呢，我刚刚好有一个水锯，用来切直边非常的方便。等 thin set 干了以后，就可以填充砖之间的缝隙了。这种填充物英文叫做 grout。我用的这款 grout 是 Laticrete 他们家的 Spectra Lock One。这个 grout 是已经搅拌好的，非常方便，而且号称干透以后防渗透、低维护，就是价格有点贵，这么一桶要$100多。上 grout 很简单，先拿一个 grout float 这个工具，然后一边向下压，一边把多余的 grout 滑到没有 grout 的地方去，然后拿一个海绵配上水，把砖表面上剩下的这个 grout 洗掉就好了。在安装墙砖之前，我决定先把水龙头的内部零件换好。Hansgrohe 这款 iBox Ruffin 有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，就是自带冷热水的阀门，这样在更换零件的时候呢，就不需要把房子的进水阀关掉，从这里就可以直接关上冷热水了。那我现在把冷热水都从这里关掉了，但是为了保险，我还是拿了一个桶，然后把水打开，确定确实没有水出来才放心。然后就是把内部零件拆下来，拆的时候呢，后面管道里剩下的水会流出来，这个属于正常现象，所以事先拿一个毛巾准备好。上墙砖之前，我按照墙砖的高矮尺寸，拿激光水平仪打出一条水平线，然后拿铅笔把这条线勾出来，最后从地面开始量好最底层墙砖的尺寸。这一步至关重要，因为如果最底层的墙砖是歪的，那上面的墙砖也会跟着歪，所以一定要花时间测量好需要的尺寸，确保最底层的墙砖可以和刚才找到的平行线对齐。我选择的墙砖是24×48寸的这种大砖，最好的切割方式呢是用一个大型的有轨道的水锯。但是我这边的 Home Depot 租不到能切这么大块砖的水锯，这个工具买起来1-2千块钱，我还有点舍不得，
所以我用了一个手提式水锯，结合一个手提式圆锯机的导轨进行切割。在切割的过程中，难免会出现崩边的情况。这里可以使用一个角磨机，加上一个打磨的头，过几遍就可以把这个崩边磨掉了。在安装这种大瓷砖的时候，一定要记得使用专门给大瓷砖设计的 mortar。我用的是这种，这里用的 trowel 间隔是1/2寸，也就是按照 mortar 说明书上的要求，把 mortar 抹到大砖的背面。然后拿 trowel 铲出一道一道的沟，就可以安装在墙上了。最底层的这几块砖非常的重要，在安装之前一定要反复测量，保证在水平位置。每块砖之间要记得用 spacer 留出间隔。在上这块砖的时候，左下角这边没有支撑，为了保险，我在墙上抹了很薄的一层 mortar， 可以帮助更牢固的抓住这块砖。那我从 Amazon 买的这种带吸盘的把手很好用。在做到水龙头这里，就需要在砖上打洞了。我先用木板做了一个模具出来，这样我可以保证在我打洞的时候，钻头，尤其是这么大的钻头不会跑偏，因为每块砖都很大嘛，所以造成瑕疵，那这一整片砖都用不了了。这也是大块瓷砖的短板之一。把模具用工具夹子固定在砖上，就可以开洞了。哇 ，perfect！ 给管道的小洞也是做了一个模具。钻头配合水把洞磨出来。大家看我这个模具还有一个小口，是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水能够到我的钻头和砖之间。没有水的话，钻头很快就会发热变钝，也就是废了。哎，这个花纹不错哎。墙上的小格子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，我选择的呢是这种45度角连接方式，但是这种瓷砖想切出一个锐利的45度角是不可能的，因为锐角那里会碎，所以只能做成海棠角。切割这个角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。瓷砖的切割和木板的切割是完全不一样的，木板那种算是真正的切割，但是瓷砖其实说白了就是把多余的材料打磨掉，所以我用了一个角磨机，一点一点的把这个角度磨出来。这里就快放一些我的贴砖过程。因为做这个海棠角实在是太麻烦了，所以窗户这里的砖呢我就学乖了，没有做海棠角，而是用了这种金属的边边加上水泥封好。贴完砖，我把没有砖的地方重新粉刷了一下。其实如果我可以重新开始的话，我会选择先刷漆，这样就不用费劲拿胶带把边角贴上了。这里我只刷了底漆。砖之间的 spacer 拿一个橡胶锤一打就掉，很方便。瓷砖之间的缝隙和地砖一样，用 grout 封好，用的还是 Laticrete 他们家的 Spectra Lock One 这种 grout。在所有垂直和水平砖之间的边角处，我用的是 Laticrete 他们家的 Laticel 这款防水胶。这款防水胶的防水性能超级的好，大家看是完全可以淹水的 submerged application， 后面写了连游泳池都可以用这款防水胶。然后这里我刷了2遍面漆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我可以重新开始的话，我会先把漆都刷好，不然有点太麻烦。淋浴外面的地砖其实挺简单的，就是切割好，用 thin set 粘牢就行。等过些时候我给大家分享外面装修的情况，会着重讲一下找平的话题。这间浴室地面很平整，但是有一点大家要注意，地砖需要粘在纤维板上，不能够直接粘在 subfloor 这个木板上。这是因为木板会根据湿度膨胀或者紧缩，瓷砖直接贴在木板上的话，木板的膨胀或者紧缩会导致瓷砖脱落。切割这种地砖，我用的就是台式水锯。那边角还是免不了崩边，用角磨机打磨一下就好。马桶下水道这里吧，其实说实话真不需要磨出一个圆弧出来。我呢只是想借这个机会练练手。铺这种砖最重要的就是注意花纹的连接，就怕等水泥干了以后发现有块砖的花纹不对。这里也是把缝隙用 grout 填好。那因为拆这个浴室的时候玻璃碎了一地，还受了一点轻伤，所以玻璃门我是不敢再自己弄了，所以我雇了西雅图这边一个挺有名气的玻璃门商家定制安装，效果很不错。最后就是一些细节的东西了，比如说喷头啊、水龙头把手啊、抽风机、马桶这些。